好，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开始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第4堂课，就是 cell division。OK， 那其实 cell division 这件事情呢，早在100多年前就曾经被观察过。最早的时候是这个 Walter Fleming， 他是一个德国的科学家。OK， 他那个时候呢，发明了一个染剂可以染到细胞的 DNA， 然后再用那个时候虽然是很简陋的显微镜，但是它其实是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各个形态不一样的 cell cycle， 在那个时候 roughly 就可以被他画在他的手稿里面。比如说这是一般的细胞核，然后慢慢变成 condense， 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什么东西 ，OK，condense 这些结构，然后还可以看到一些像虫一样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最后这样子。那后来当然我们就发展了越来越多这些现代的科学的显微镜，所以就可以也有更多染色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它染得更漂亮。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在分裂的 embryo， 一个胚胎，你可以看到这当初都是1分为2 ，OK， 它就开始分裂，然后就是这样子有细胞核、蓝色细胞核，然后这些黄色或是金色的呢就是 microtubule，OK， 然后它就你会看到有2个很大坨的这个，我们叫它的 exter， 后来会讲比较多星状的这样的结构，然后后来呢又2分为4，然后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中间的过程都可以一直看得到。那这边当然也可以用活细胞的影像去呈现，比如说在这个地方，黄色的就是细胞核，就是染 DNA， 然后呢，这蓝色的就是 microtubule，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很快的会同步的分裂。OK， 在 embryo 这个时期，它们都是同步的分裂。那当然也可以在显微镜更高倍率底下呢，看到这个是染的同样是细胞核，然后绿色的是 microtubule。OK，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它们这样分裂的过程。然后呢，像这个分裂比较快，这个却分裂的比较慢。到时候会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细胞会分裂的比较慢。OK， 你可以看到这个会比较快，然后这个会比较慢。好，那其实呢，在每一个细胞里面，它们细胞分裂的速度其实不一样。比如说在 early frog embryo cell，OK， 这个早期的这些卵生的这些生物呢，它的 embryo 的分裂其实非常非常快。那原因是怎么样？如果你今天它们都是卵，它不是保护在母体里面。那如果你今天没有受精，它们那些胚胎要赶快发育，然后最后变成一个小鱼或是一个蝌蚪，它才可以游走。不然对于自然环境来说，它就是在那边就是一堆珍珠奶茶，马上就被人家吃掉。所以它就要赶快受精，赶快分裂，赶快生长起来。像 zebra fish， 它受精到开始可以游动就差不多24小时。你如果等人类要9个月，然后才长成可以动的话，早就被吃光了 ，OK， 就灭绝了 ，OK。所以在很多的这些 embryo 早期的分裂其实非常快。其实人类的 embryo 早期分裂的时候也是非常快 ，OK， 只是在它分裂会在受精输卵管的那个地方受精以后就开始分裂。那到时候会讲，是差不多30分钟的时间。那如果今天是一个 yeast 的酵母菌的话，就是1.5小时。然后 mammalian cell 的这些小肠的上皮细胞差不多是12小时。那有一些我们在养的 mammalian cell 的mammalian 的 fibroblasts 就差不多20小时。其实这个就不一样，每个人养的细胞也不一样。有些人细胞养得好，它就会分裂的超级快。OK， 没2下，你们如果有去过实验室，然后有在实验室里面养细胞，你就知道有时候你就要去做所谓的 subculture， 就你细胞养满了以后，你就要再把它取一点点，再分到新的比较多空间的一个培养盘上面，这个就叫 subculture。它就会，我们生长速度不一样，你就自己要慢慢 handle， 你多久要来换一次，你几天要来换一次。我每次看到我那个学生，现在没有 ，OK， 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那个 median 如果养太多的时候，因为它很多废物 pH 值也换掉，它就变从红色 median 本来是红色的，它是有一个可以侦测你 pH 值正不正确的一个颜色颜色乱掉或者它都太多废物，它就变黄色 ，OK， 有时候会变紫色，然后变黄，养太多就变黄色。我就曾经有一个很混的学弟，他就养到，说不定学弟会上网看到我在跟他讲话，他就养到太满，养到整个都黄了。如果看我学生养成那个，我就说，你的细胞在喝尿了，赶快去弄。我看那个整个就是黄的，不能发生这种事情，好吗 ？OK， 好，然后这个呢，再回来，莫名其妙 complain 了一下。那这个其实，在不一样的 cell type 之间呢，它细胞分裂的速度都不一样都是有原因的。OK， 那我们再慢慢的去讲。原因是怎么样 ？OK， 那这一堂课呢，主要呢，我们就是要来看说一个子细胞，它这边画的比较简单，就是2个 chromosome。OK， 那它会
在 cell cycle 中间的过程呢，细胞会长大 ，OK， 它不会不长大，然后直接分成2等份，那就变成1/2的 cell size 或 cell mass， 就1/2没有，所以它在这中间的过程，它会 DNA 会复制，然后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要复制，都要长成至少2倍的量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平均的分配给2个子细胞 ，OK， 然后最后呢，这2个子细胞一样 identical 的子细胞就会是这样，那其他它就不断进这个 cell cycle， 慢慢的你就可以越来越增加我们细胞的数目。那我们在这堂课的重点就是细胞怎么样复制它们的成分，那细胞怎么样平均的分配，这么公平的分配给2个子细胞，那这些中间的机制的过程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在 cell cycle 里面呢，会有2个主要的时期，一个叫 interphase， 然后一个叫 mitosis。interphase 一般来说 interphase 都非常非常的长 ，mitosis 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一个过程。你可以 interphase 可以是，即便是一直在分裂的细胞，它 interphase 可能即便是非常快分裂的细胞，生长速度很快的细胞，它的 interphase 也可以非常长。有的时候可能是12小时或24小时，可它 mitosis 可能只需要2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所以它中间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它就是等很久很久，然后就突然就分裂。如果你今天是拍那些长时间的影像的时候，它就瞬间就开始分裂。所以这中间 mitosis 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快速的。OK， 那 interphase 反而是很久。那 interphase 呢中间会做什么？其中有一个就是 S phase， 这个 S phase 呢 S 就 stand for synthesis， 就是 DNA 要合成的那个过程。你在 DNA 要复制的这个地方就会叫 S phase。那在 S phase 这其他的2个时期有2个的 gap 的 phase， 这个 G 就是 for gap 的意思，那就是有 G1 的时期跟 G2 的时期。OK， 所以在 interphase 的时候呢，究竟细胞在干什么？细胞就是在工作，它就在做它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干细胞它就要解毒，那其他细胞就要做它们该做的事情，免疫细胞也要做它们该去做的这些免疫活动。OK， 那所以呢，他们会 transcript gene， 然后也会合成蛋白质，然后也会让它们的越长越大。OK， 那在 mitosis 的时候呢，它主要要做的 mitosis 主要就不做事情，它就是专心的去分裂成2等份。OK， 因为它这个时候不专心，它乱分裂，它也做别的事情的话，它就会制造出癌细胞或什么其他很严重的事情。而且它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原因，它是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它也没有办法在 mitosis 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 transcript gene 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说 interphase 的时候它是可以 transcript gene， 它是可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常常会提到 DNA 被活化，DNA 或者是不活化。活化什么意思？不活化什么意思？来，什么叫活化？你在课本上面说它活化就发光，不活化就没发光。活化跟不活化是代表什么意思？有这个概念吗？有没有人回答？来，是不是可以转录是 transcription？OK， 对，是不是可以转录这件事？It's me， 是不是可以转录这件事情就可以某方面来说代表它是被活化或是不被活化？那其实 DNA 那什么时候它可以被 transcript？ 就是它平常的时候，我们 DNA 不是双股螺旋吗？那它会更在有一些地方它还会排列的更紧密，它会收缩的非常非常的紧密。这个时候呢，它要做这些 transcription 或是 replication， 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蛋白质跑到它旁边来 ，OK？ 但它塞得这么紧密的时候，非常非常 compact 的时候，没有任何的 protein 可以跑进去做事情。所以在通常的时候DNA 非常非常紧密的时候，它把自己捆绑的非常紧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没有任何可以去做别的事情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它是没有被活化一个状态。什么时候它绑得非常紧密？你平常细细一条，什么时候变成粗粗的那个 chromatin？就是 DNA 在分裂，细胞在分裂的时候，不是吗？你今天都可以看得到它 condense， 然后变成是那个蝴蝶状的那个东西，所以它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粗的、非常 condensed 的一个 DNA，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跑进去里面，所以它当然不会 transcript 东西，它那个时候就不会去做别的功能。OK， 好吗？那在 interphase 的时候，它其实松开来，它在细胞里面就是 double strand DNA，
有些地方是紧密的哦，有些地方是松开来的，所以有些地方的 DNA 在 interface 的时候它是可以 transcript 的，有些地方是没有办法 transcript。OK， 是可以用这样子空间上面或者物理上面的紧密的程度呢，然后来去决定它今天是 active form 还是 inactive form。OK， 好。那我们在 mitosis 很多时候呢会常常被分为5个 phase：prophase、prometaphase、metaphase、anaphase 跟 telophase。OK， 我们这边就不要再记中文了，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说前期还有什么不，管它的，就大家已经至少3年级以上可以开始记英文就好。OK， 那我的考试都是英文的题目，但我英文都会出的很简单，好吗？你绝对不会因为看不懂，我不会出那什么艰深的英文这样。然后呢，在这些 mitosis 不一样 telophase 完了以后呢，就开始进行这个 cytokinesis， 就细胞，我也不知道中文翻译什么，它的细胞质等等，这整个细胞就会分离开来，就是 cytokinesis。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你们以前普通生物学的时候有上过的这个啊，你一定要去认哪一个图。如果我今天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哪一个 phase。OK， 最常会搞混的就是 prometaphase 跟 anaphase， 其他的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搞混。OK， 好，一开始在 G2 的时期呢，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征兆了。那征兆是什么？你的 DNA 其实 G1S 跟 G2 你看不出来什么差别，它都是一个 confuse， 就是一颗球，然后就是没有 focus， 就一片雾的 ，OK， 它没有一个线条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你里面有 DNA， 但是细细的，所以你没有 resolution 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 chromosome，OK， 所以它就是一个 diffuse 的 pattern。但是呢，你的 centrosome， 如果你今天染这个 microtubule， 或者你今天染 centrosome 的时候，你就看到它会变成2对，然后会有一点点分开来 ，OK， 或者这个你通常你的 microtubule 染的好的话，它就是从一个点开始扩散出去。就那个东西就是 central 的，可是它这个时候开始会没有，怎么感觉有两个点扩散出去？那个就是 G2， 它会开始还是靠得很近，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拉开，这个就会是 G2，OK，然后呢，当你这个两个，我们叫这个东西叫 ester，OK， 就是你今天它长出来很多的 microtubule， 那个 ester 的那个星芒呢就是 microtubule， 中间那个人就是 centrosome。然后如果这2个人拉开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就会进到 prophase。那 prophase 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细胞核还在，可是呢，它的 DNA 已经开始可以看到线条。所谓的线条就是它慢慢 condense 起来，本来是一条细线，它就把它捆起来，捆得比较粗一点。然后慢慢的你显微镜就可以看到这些 chromosome 在这个地方慢慢 condense 起来。但这个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结构在那个地方，然后2个 centrosome 是分比较开一点 ，OK。那接下来到 prometaphase 的时候，你已经看不到那个圆球的状况，它的细胞核就已经分解掉。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已经看到很粗的 chromosome 散落在细胞里面，然后你的这2个 ester centrosome 都已经跑到2边的位置了。然后这中间还会有一些刚形成的这些 microtubule 的一丝一丝的绿色的结构 ，OK， 然后这样子会一起存在这个细胞中央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到了 metaphase 呢，最大的差别就是你的 mitotic spindle 是中间的这些 microtubule 的形状更多了，然后更加紧密。然后你的 chromosome， 你的 DNA 都在中间，有一个赤道版的那个感觉，就是大家要集中在中间这个地方。OK， 到了 anaphase 的时候呢，它会把这个 DNA 往2边拉开来。那你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个anaphase 跟 prometaphase 其实很像，差别是在这个是乱七八糟 ，anaphase 是拉开来，所以它全部都会呈 V 字形。这个 V 呢就朝向2个 ester， 因为它今天拉过去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讲过，细胞质里面是非常拥挤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在拉动的过程里面，那2个 arm， 你那2个 chromosome 的 arm 其实会受到很多的阻力，所以它就会凹进去里面 ，OK， 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拉的时候，这就有一个很多这样 V， 很多这样 V 朝向2边的这样子一个形状，基本上是 depends on 那一个方式去知道说它现在是 anaphase 还是 prometaphase。prometaphase 就是没有，他们还没有被拉扯不出来，就是condense 完，然后就是手就乱摇摆这样的感觉。OK，
好，那到了 telophase 的时候呢，慢慢的你会看得到这些 mitotic 的 spindle 呢，后来会聚集在中间。这些本来在这中间的这些 mitotic spindle 纺锤丝，它就聚集在中间，然后聚集在中间这一行。OK， 这中间这一行呢是纺锤mitotic spindle， 然后呢，你的 DNA 也慢慢的会变成一颗球起来，然后最后就接下来呢，在 telophase 后来呢，这中间的距离会越拉越远，然后这中间慢慢的缩紧，最后细胞就开始分裂完成。OK， 这就主要是几个细胞在分裂的时候，你要看到这个图。假设我今天提供给你 centrosome 长什么样子，假设我今天提供给你 DNA 长什么样子 ，based on 这一些 information， 你应该要分辨得出来它是哪一个 phase。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ideo。Player's knee will be as good as new in a few weeks, thanks to mitosis, a type of cell division that generates new cells for growth and repair. Let's move into a cell to witness the events of mitosis. Before a cell can divide, it must first duplicate the chromosomes stored in its nucleus. During chromosome duplication, several bubbles open up along the chromosome. Each bubble grows until it merges with an adjacent bubble. Each chromosome now consists of two identical copies called sister chromatids. Getting closer, we see that each sister chromatid consists of DNA wound around small proteins called histones. The sister chromatids begin to coil into tight helical fibers. Outside the nucleus, centrosomes that duplicated earlier move away from each other to opposite sides of the cell. Microtubules extend from the centrosomes, forming the mitotic spindle. Back in the nucleus, the DNA forms loops, becoming more compacted. These structures fold back on themselves, eventually condensing into a shorter and thicker chromosome consisting of two sister chromatids. As the chromosomes continue to condense, the nuclear envelope breaks up. The array of spindle microtubules is now extensive, and the chromosomes are fully condensed. Spindle fibers from each pole attach to protein structures located at the centromere of each sister chromatid. As the chromosomes are bound by spindle fibers from opposite poles, they move first one way and then another. The counteracting forces of the spindle eventually cause all the chromosomes to end up at the center of the cell, as if arranged on an imaginary plate. The sister chromatids are released from each other, each becoming a full-fledged chromosome. They are moved toward opposite poles of the cell, pulled along the spindle fibers attached to them. At the same time, overlapping spindle fibers that are not attached to chromosomes continue to lengthen, pushing the poles farther apart. Once the chromosomes arrive at their destination, they become less condensed. Two new nuclear envelopes form, completing mitosis, the division of one nucleus into two genetically identical daughter nuclei. The cytoplasm divides by the process of cytokinesis, forming two separate daughter cells. In your body, millions of cells divide every second, providing new cells for growth and for repair of damaged cells. OK， 好，这个就是 video 去秀整个 cell division 的过程。我刚才没有提到那个 mitotic spindle， 它会碰到 chromosome 上面那个地方叫 kinetochore， 就是着丝点。OK， 那我们等一下会做更多的介绍。OK， 好，那要怎么样去知道你今天养的这一群细胞里面有多少的 cell 是在哪一个 cell cycle？ 你要怎么看这整个 population 有多少 cell 是做这 cell cycle？ 我们通常一个非常常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 flow cytometry。就是一个流式细胞仪。那流式细胞仪呢，它是一个差不多这么大台的机器 ，OK， 差不多这么大台，然后前后差不多这么厚。那它呢是可以制造一个利用流体力学 ，I don't know， 我不是非常懂，反正它最后就是可以制造让你的 cell
会是用一个非常细的水流，不断的一直流过去一个空间，然后一次只会经过一颗细胞，但是它流得非常快 ，OK？ 所以你基本上到那个机器就是什么？你要先把你要分析的细胞，先把它本来很多细胞是贴着的，你就可以让它悬浮起来。悬浮起来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像吸管一样的机器，你就把你的试管装满细胞的试管呢，当然里面有 medium 要有 solution， 插进去以后，它就开始吸上去，很像是那个诊所在吸痰的那个东西，就吸上去。那吸上去以后呢，它就开始跑，然后就会喷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一个水流 ，OK？ 那个是 buffer， 然后里面就一颗一颗细胞，所以它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细的水流，然后就一颗一颗细胞过去。那你今天它的用途是怎么样？你可以把你的细胞做很多的染色。那比如说，你今天可以染某一个荧光，可以染某一个 DNA， 然后这个荧光呢，假设是跟你的 DNA 的量越多的话越亮，量越少的话就越暗。它就可以在旁边有一个 camera。其实你们大家只要知道荧光显微镜的荧光的成像原理，你就会知道它后面看这些所有东西你都会知道它的原理是怎么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讲 super resolution 那个，你们那个时候可能觉得不重要，但是后来你在看所有很多的仪器的时候，那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原理，非常非常的重要。OK， 那它就打出一个 laser， 这个就是它的 excitation light， 然后照到这些 sample 的时候，瞬间它emission light 需要在哪里接收？360度都可以接收 ，right？emission light 可以发散出所有的角度，所以它可以在对面接收它，也可以在上面接收它，所以它旁边还有另外 camera 去看说它今天 emission light 有多少的荧光的强度是怎么样。然后呢，它不断的一直在跑，你就会慢慢的，所以你开始收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慢慢的，这个 x 轴呢是荧光的强度 ，y 轴就是每一个 single， 假设这个荧光强度，这个细胞的数目越多的话，它就都一直排列上去。OK， 是这样去看的。好，所以你就不断一直收，你就收有各式各样不一样荧光，然后有一些荧光，有一些 population， 比如说这个亮度的比较多，它就会累积的比较快，然后慢慢就会这样累积起来。最后你看过去 overall 就是这样，这里面就是很多个点，很多个细胞在这个地方。那这边的 DNA 是荧光强度是由弱变强，所以这边的 DNA 就是比较强的，然后这边 DNA 比较弱。那roughly 你可以看得到有2个 peak 的 DNA 的强度 ，OK？ 那我可以先跟各位讲，这个就是2倍量的 DNA， 这个就是平常我们1倍量，就是23对染色体，这就是变46对染色体的状态。那什么时候会有46对染色体？有哪几个时期的 cell 会有46对染色体？这太容易，赶快抢答你们都凑满10分了，是不是？如果凑满10分，我们就直接跳过这个问答的环节。来 ，M-phase and 不要偷看 slide 还有什么？你 S-phase 完了以后，不是全部都变46对染色体了吗？所以 G2 跟 M-phase 会是在这个时期。OK， 那什么时候会在？那这个是假设这2倍，这是1倍，我们平常那什么时候会是在这个地方？介于1跟2中间。就是它还在 DNA 在复制的时候，它有1.1、1.2、1.3、1.4、1.5、一直到2嘛，所以这个时候是 F-S。如果你们今天很想要回答的话，然后你知道赶快举手，我就不会把它讲出来，好吗？可以吗？好，还是你们都已经有10次了，有吗？有人已经10次了吗？有看到我吗？看得到我吗？看得到哈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吗？我每次都觉得我好像在演鬼片的感觉。你们知道演鬼片也可以？你们知道我们做科学，我每次在家里的时候，在看那些东西都一直有职业病，都会觉得它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义，连看鬼片都会有意义。我还拿看鬼片来鼓励我的学生。我们在做科学的时候，都非常需要求知欲 ，right？ 你知道世界上谁的求知欲最强吗？就是鬼片里面那一些人。你半夜的时候看到那个厕所里面有咕噜咕噜的声音，你还会一间一间打开看那里面有什么？那不是神经病吗？然后你半夜你走在走廊，然后突然有一个水桶滚出来，然后立起来站在那边，你还过去看那个水桶里面有什么？那你不是神经病吗？他们是拿生命在探索这个世界，那个求知欲高到我们应该要敬佩那一些神经病，对，所以，好，
好，回来这边的职业病 ，OK， 好，所以那这个地方就会是1倍的这些细胞，所以它就会是G1 时期的这个细胞 ，OK，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大部分的 cell 都是在 G1 phase， 少部分的在 G2M， 更少的是在 S phase，OK， 这样你就可以自己算出来这个 peak 有几 percent， 这个几 percent， 然后这个几 percent，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做法 ，OK。好，那其实呢，在每一个 cell cycle， 我们为了要确保它的分裂都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进行有非常多的 checkpoint， 有很多的检查点。第一个，在 G1 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一直吃营养，然后生长，但是呢，它决定要不要开始做 DNA 复制这件事情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它开始复制，它就没有办法回头，它就开始复制。那复制这件事情需要耗费非常大的能量。所以在这个地方，它就要先确定，就有一个 checkpoint G1 的 checkpoint， 就是说这个环境是不是一个适当的环境，有没有足够的营养 ？OK， 我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是不是生成足够的量，可以让我开始做这个 DNA replication 或者 duplication？ 如果 OK 了以后呢，它才会进到 S phase， 再开始做这件事，不然它就一直停在 G1 的时期，继续吃营养，继续生成更多的蛋白质。比如说有很多的 DNA replication 有很多的 DNA polymerase， 你就要聚集到足够量的 DNA polymerase，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呢，到 S phase 的时候，到 G2 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复制完了，然后到 G2 的时候，它就要看是不是检查是不是所有的 DNA 都已经被 replicate， 是不是有一些你第22对染色体没有复制，到其他人复制，那就错赛 ，OK？ 所以你就是一定要。它会确认你所有的 DNA 都已经被完美的复制了，然后是不是有任何的 DNA damage 在这个 case 里面，它就会检查，如果都 OK 了以后呢 ，QC 完了以后，它才会进到 mitosis，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分裂，不然就一团乱，然后就越来越乱 ，OK？ 然后到了 mitosis 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 checkpoint 在 mitosis 里面，就是说你今天我们在 metaphase 的时候，所有的 chromosome 都会排列在赤道板上面 ，right？ 那有没有一个状况就，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排列在那个地方？你今天散在细胞里面，然后谁规定他们所有人都要排在那个地方？会不会就有漏网之鱼？你就是有一对染色体就没有排在那个地方，会怎么样？它在这个 checkpoint 的状况底下，细胞可以辨识，只要有任何一个染色体是没有被接上，然后排在中间的话，它就不分裂。OK， 就所有人都会等那个人，等到最后那个游离在外面，没有塞在中间那个赤道板，他一定把它也抓过来，然后塞到赤道板以后，它才开始分裂。这个呢，我们又叫做有另外一个 checkpoint 在这个地方。OK，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你就动不动就会这个人有22，然后那个人有24，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它有另外一个非常棒的机制，可以让它 make sure 所有人都排列在正中，而且都跟你的 mitotic spindle 接得好好的。这个时候我们才 ready， 全部人一起动，一接好，全部人就一起动，就分开了。你可以看到，OK， 大家看一下刚才这个 video， 你看左上角这个可以分裂的很快，它就分裂了 ，OK， 但是呢，右下角一直分裂的很慢，你再看一次，右下角那个细胞。分裂的很慢，比左上角那个细胞就分裂的很慢 ，right？ 它会一直卡在那个赤道板那个阶段，原因是什么？它旁边有一颗，它旁边这边有一个落队的人在这个地方，那他就会等他，大家会等他，等到他过去以后呢，它才会开始分裂。对，就是这样子，细胞里面有这样一个机制。好，这个就是 checkpoint。好，那另外一个，我们再回到要介绍就是当初这些细胞里面，所有这些 cell cycle 里面，它怎么样调控这些事情？细胞我们慢慢的从早在100多年前那个德国科学家 Walter Fleming 就已经知道细胞会分裂 ，right？ 可是呢，究竟这细胞分裂是怎么样去调控？它机制怎么样发生呢？其实很早的时期，差不多1960、1970年代呢，是由一群科学家所发现。那他们用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很多时候就用这些非洲爪蚕的这些 egg 或者 embryo 去做实验。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这些所有的 egg， 你今天是可以生成出来以后，它就会放在培养皿上，然后呢，你可以瞬间加入很多的精子，所以它们都可以同时受精，在同一个时间就受精。所以这一个一个的 egg 呢，受精了以后，它就会全部同时的开始分裂，而且是同步的。OK， 所以它就会同时的开始1变2， 2变4， 4变8这样子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中间所有的时候，它都会经历一起，这整个所有的 population 都会一起经历 mitosis interphase，mitosis interphase，mitosis interphase。OK，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 embryo 在 Drosophila 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蓝色的是细胞核，然后绿色的是 microtubule。你也可以看到它每一个细胞基本上早期的分裂都是同步的。OK， 所以它们这个就会是一个 synchronized 的一个我们所谓的 synchronized 的一个分裂的过程。那所以呢，在这个状况底下，你就可以做什么？我就很容易知道什么时候是 interphase，right？ 那我在 interphase 的时候，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怎么样？我今天可以去在这些，然后这个 frog oocyte 或者这受精卵很大一颗啊，超大，对。那你就很容易用那一些 micro pipette 一些 tip 或是比较细的这些毛细管呢，就可以吸起来 interphase 的细胞质，或是正在分裂的细胞质，它把它打到别的，比如说它今天吸起来这一些从 mitosis 的细胞里面的细胞质里面的这些溶液，到一个 oocyte 里面没有在分裂的哦，瞬间它就开始分裂。可是呢，如果它今天是从一样的打到一个没有分裂的细胞里面，然后它是从一个别的是 interphase 的细胞抽过来的 cell lysate 打进去，什么事也不会发生。那就知道了，这一个在 mitosis 里面细胞质里面呢，有一些 factor， 有一些不知名的东西是会促进细胞开始进行细胞分裂的。OK， 那叫这些东西叫 maturation promoting factor， 或是简称叫 MPF。那他也做了，科学家也做了很多的实验，他就把这个已经知道说这个 solution 会让细胞开始分裂，那他就看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做了很多实验，比如说加了 protease 就是可以破坏 protein 的 enzyme， 然后破坏了以后它就没有活性了。然后另外一个怎么样？还有加热以后呢，这个 MPF 也没有活性了，证明说它们应该是 protein， 不是 RNA 或是 DNA。OK， 因为其实 DNA 你是可以加热到非常高温的，然后你在降温以后 ，DNA 你加热到90几度或怎么样，它只是从 double strand DNA 变成 single strand DNA， 然后2条 single strand DNA， 你再把温度降回来，它又再 anneal 回去。OK，RNA 可能比较容易坏掉，但是你今天会被 protease 破坏掉的就是 protein。OK， 所以他就知道说这些 MPF 是 protein， 不是 RNA， 不是 DNA。然后呢，这些 MPF 呢，他们经过非常多的实验，还知道他们有 kinase 的 activity。OK， 所谓的 kinase 有2群 enzyme， 它有特别的名字。如果今天是把人家加上磷酸根的那个 enzyme 叫做 kinase， 如果把人家磷酸根拔掉的那个人叫 phosphatase。OK， 所以他们是有 kinase 的活性。所以为什么呢？他今天加了 MPF 以后，他发现说，他细胞原本那个细胞里面有非常多的蛋白质都被磷酸化，所以它是具有 kinase 的活性。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加磷酸根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需要 ATP 的，所以他在一些 in vitro system 里面，他也发现说他是需要 ATP 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最后就会知道说他们是有 kinase 的 activity。OK， 那最后而且还发现说它不是一个 single protein， 它必须要 bind 其他的这些 protein 一起作用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最后呢，他们就慢慢一个一个筛选，然后最后发现说它就是一群 protein 叫做 cyclin， 或是叫 cyclin， 还有另外一群叫 cyclin dependent 的 kinase。OK， 那就 cyclin 跟 CDK 简称叫 CDK， 这2个人会一起作用去做这些事情。好，那红色的这个呢，就是 cyclin dependent 的 kinase 叫 CDK， 绿色的在这个卡通图就是 cyclin。那平常的时候呢 ，CDK 它是不是一个活化的状态？但是它必须要结合过去的很多的研究发现说，它必须要结合 cyclin 以后呢，它才可以开始被活化起来，甚至开始去做后续的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 cyclin 拜到 CDK 上面这件事情，对于它活化这件事情是必要的。OK， 没有拜上去就不会活化。好，那所以他们必须要是一起作用这件事情。那在不一样的cell cycle 或者不一样的 cell phase 的时候呢，它会有不一样的 partner， 它有不一样的 cycling
会有不一样的 CDK。比如说在 G1 的时候呢，它的 CDK 就会 cycling D， 然后它会结合到 CDK4 跟 CDK6，然后一起去作用，去调控 G1 相关的这些事情。那在这地方有打一个信号，就是它有 cycling D 的时候呢，在 mammalian cell 里面有 D1、D2、D3 有3个不一样的 cycling D，OK？那到了 G1 或是 S 期的时候，它慢慢会转变成换成用 CDK2， 但是它会开始用 cycling E，OK？那到 S 期的时候会 cycling A 跟 CDK2， 然后到 G2 时期的时候会 cycling A 跟 CDK2 跟 CDK1， 到 N CDK 的时候是 cycling B 跟 CDK1。我没事的时候不会去背这个是哪一个 cycling， 但是你们要考试还是要背一下，好吗？就背一下，背考完试就忘记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一下，这很快吧？对于你们来说应该蛮容易，但是平常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在做这个，不然好像我不是很需要背，我就知道有很多不一样 cycling 不一样的 CDK 就好，然后最后他们会在不一样时期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呢，这些不一样的 CDK 它究竟在干嘛啊？就是它在那个时期，它就去负责几乎是零酸化所有会跟这个时期相关的这一些蛋白质。零酸化以后，它就活化它们或者抑制它们，最后它就会负责那一个时期所引发的很多的细胞的现象。比如说，在 N 的 CDK， 它就活化会零酸化很多的蛋白质，它就会让 chromosome 变成 condense， 它会让细胞核会 break down， 细胞核会拆解开来，然后它会让 microtubule 去变成 reorganize 变成 mitotic spindle， 这些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靠 MCDK， 也就是 cycling B 或者 CDK1 被活化起来以后，磷酸化的各式各样不一样下游的分子，然后去做这所有的活动。OK， 这是细胞里面去分配工作，在不一样时期可以分配工作给不一样的这些人，然后去做这些事情。那这边要先有一个概念，我这边红字的是加上去的一个 part， 就是说 CDK 的表现量相对起来说，在不一样的 cell cycle 里面，它都是差不多一样，它的表现量不会变化太多。变化多的那个人呢，都是 cycling。OK， 所以你可以想象 CDK 永远在那边等，但是他等的时候，因为他没有 cycling， 所以他没有被活化起来，他只在那边等。可是如果今天 cell cycle 到某一个 cell cycle 的时候，那个 cycling 就会变动他们的表现量，它就开始出现，然后粘到对应的 ready 在那个地方等待的 CDK， 然后开始去做他那个时期要做的事情。OK， 先有这个概念。所以 cycling 的表现量才是关键，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机制。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地方，蓝色的是 interface， 然后绿色的是 mitosis。假设你今天就是不断的进行这样的 cell cycle，OK？ 那MCDK 的 activity 呢，就是在 mitosis 的时候，它 activity 是非常非常高，所以你会看到中间有一个凸起来这个柱子在这个地方，它只有在 mitosis 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强。mitosis 一结束以后，它就又会变得很弱 ，OK？ 可是呢，我刚才是不是提到了 mitosis 的 cycling 是对于它启动起来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表现是什么？它是 interface 的时候慢慢增加，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增加到 mitosis 当然是最高，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这红色的线跟这个绿色的柱子是不是同步的？它并不是一个 linear correlated，OK？ 它是到某一个程度，唰，瞬间它就在 mitosis 就瞬间活化起来，所以一定有比 cycling 的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 以外的其他的机制会去调控 CDK 的 activity，OK？ 不是只有单一的 cycling 的表现量高，我就进到 mitosis， 还有别的机制才会做这件事情。好，那是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 CDK 一直都在，那你在 interface 的时候，这个 cycling 是不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它就慢慢的 bind 到这个 CDK 上面。它 bind 上去这个 CDK 的时候呢，它就改变这个 CDK 的蛋白质的 conformation， 它就扭一下 ，OK， 扭一下以后呢，有很多的protein 的 kinase 就可以开始碰到它的活化的位点，比如说它就会把这个 CDK 加上一个磷酸根在这个 inhibitory 的 phosphate 加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是 activating 的 phosphate。那今天这两个都存在的时候，其实这个 inhibitory 就会抑制它的功能，所以这整件事情就还虽然加了磷酸根的时候，但是它们就不会作用 ，OK？ 但是呢，最后的时候又会来另外一个activating 的 protein phosphatase 叫 CDC25
这个是最下游的那一个人 ，OK？ 那这个人呢会去掉 inhibitory 的 phosphate 的这个 group。当这个去掉的时候，只剩下 activating 的 phosphate 的时候呢，这个 CDK 这整个 complex 就被活化起来，就开始作用 ，OK？ 所以不是只有一个 cycling 出现 bind 上去就可以，它还要做后续的很多的 inhibitory 啊，然后 activating 的这些 phosphorylation 等等，然后最后还要 remove 掉那个 inhibitory 的 phosphate 以后呢才会真的被完整的活化起来。那这个东西去掉active 的 CDC25， 我会不会讲太快 ？OK 吗？可以吗？会讲太快吗？会吗？不会哈。好，那 active 的 CDC25 呢，会做这件事，把这个 inhibitory 的磷酸根去掉，对不对？但是呢，它还可以做一件事情，这个被活化的 CDK 还可以再去 activate 更多的 CDC25， 所以它就更多的 CDC25 又可以再去掉更多的这些没有被活化的 MCDK， 所以它会变成所谓的 positive feedback loop， 就会只要一点点起来，它瞬间就会自己活化自己，一直不断的加速。你只要看到在细胞里面任何的机制，它是瞬间很快的起来的话，那个都一定有 positive feedback loop， 一定有 ，OK？ 那很快的不见呢，那有别的原因，但是通常很快起来就是 positive feedback。我们之前是上一堂课吗？又提到有另外一个 positive feedback loop 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还有印象吗？Caspase，OK， 那个 Caspase 被 cytochrome C 活化了以后，它不是头被切掉吗 ？Caspase 可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去切别的 DNA， 去切别的蛋白质，还可以做第二件事情，它可以去活化别的 Caspase， 所以就彼此一小点，然后就慢慢活化起来，又开始去切别人，最后它就会瞬间的不断的增强这个 apoptosis 这个活性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活性，然后最后就开始让细胞死掉。OK。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瞬间，细胞里面可以一瞬间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大量的这些 activity 的变化的，我们就会猜它是有 positive feedback loop 在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在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们只是看到这一个东西然后把它背下来，你们要有 sense。OK， 这是所谓的 sense。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个现象，它是瞬间，而且这个现象是很大，不应该只有一两个蛋白质就可以作用的这件事情，它是要整个细胞一起去工作这件事情，比如说 apoptosis， 那它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几分钟里面就做起来的话，造成一个全面的影响，一定有 positive feedback loop 在那边，或者我们就会猜它是有 positive feedback loop 在那个地方。如果今天是一个反应，它今天是要花几十分钟的时间，那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有可能是 protein 的表现量增加，慢慢导致的。或者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是你 protein 的表现增加或变少去影响的。如果今天有一个反应是几秒内就发生的，那就绝对不是 protein 的表现量增加或减少所影响。它有可能是 protein 可能本来在一个 inactive 的地方，然后跑到比如说细胞膜上面，跑上去可以很快 ，OK， 生成没有那么快。或是有怎么样？你这 protein 的 conformation change， 它可能加磷酸根，或是不加磷酸根，或去掉磷酸根 ，whatever， 这种可以是 millisecond。所以 depends on 你今天的反应是多快，我们就会猜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机制。OK， 这个都是 make sense。因为假设你今天，我刚才提到你 DNA 平常是 inactive form，right？ 等它接受一个刺激，我这一段 DNA 要开始合成，开始做 transcription， 然后最后生成出蛋白质，然后累积到一定的量。假设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那个量。要2个小时的时间 ，roughly。那你今天去算单一一个蛋白质要生成出来，从它接收讯息，然后开始生出来第一个蛋白质给你，也需要10分钟的时间吧 ？OK， 所以任何低于10分钟时间都不是因为 protein expression 变多所导致的，它都是你的蛋白质移动位置，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它移动位置，或者是它的 conformation change 所导致的。OK， 好，但 degradation 不一样哦。细胞的 degradation 可以是非常非常快，它可以是几分钟就 degrade 掉 ，depends on 那个 protein 的 turnover rate， 有些会很久，有些会很快 ，OK？ 好，所以呢，这边也可以看到下来这个事情呢，其实非常非常快。那这件事情其实科学家已经知道说它是跟 cycling 的 degradation 是有关系，所以它没了，你 CDK 也没用 ，OK？ 所以这个 CDK 在
，cycling 呢 ，M 的 cycling 呢，在细胞要分裂结束的时候，它就会很快的就会 degrade 掉 ，OK， 所以它的 activity 就掉下来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在不一样的时期就会有不一样的 cycling， 比如说 S 的 cycling 就会在准备要 S7 要作用的时间，它就慢慢增加，然后它粘到 CDK S 的 CDK 以后，它就开始去做 S phase 的事情，然后到后续的时期它就会掉下来。那 M cycling 就会在 N phase 的之前就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后续也会掉下来。OK， 就是它各自会是那个地方活化解，然后 cycling 呢变少这件事情都是跟 proteasome 的 degradation 是有关系的。它细胞是用这样去控制这些事情。好，那这边呢，后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揭露了它究竟是哪一些，它有哪这个 protein kinase 有哪一些，比如说 V1 就让它加上这个 inhibitory 的 phosphate， 这个 CAK 它的全名应该 CDK activating kinase，OK，CAK 它就加上这个 activating 的 phosphate。可最下游那个人是谁？是 CDC25 去掉这个 inhibitory 的 phosphate group， 最后它才会整个是活化起来。所以有3个人这样轮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最下游的呢是这个 CDC25。OK， 好，我们休息个5分钟，然后再继续讲。